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又语出惊人，公开嘲讽风力发电。我从未在中国见过风力发电厂，为什么呢？你们谁来查一查，中国真的没有风力发电厂吗？当然不是，事实恰恰相反，中国一早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风电生产国，它的风电装机容量是美国的3倍多。特朗普可能没到过中国的荒漠和海岸，否则他会看到成千上万台迎风转动的巨大风机在源源不断的产生绿色电力。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这支影片非常重要，因为你现在看到的是大趋势启动前的雏形。如果你是投资新手，更要打起精神，因为接下来的分析会让你学会亿万富翁如何分析选股。今天就会带大家一步一步掌握这一波趋势，记得点赞、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影片的通知了。上个星期的影片我们讲到，短期内所谓大而美法案带来的资金流向明显偏向传统经济部门，一手给企业和中产大减税，一手砍医疗补助等福利开支，甚至不惜牺牲新能源补贴来换取石油产业的支持。政策逆风下，美国科技成长股和新能源股遭遇卖压，很多股票都有调整，比如电动车龙头特斯拉上周股价重挫，就连苹果这样的科技权重股今年以来都下跌了 15%。整体而言，短期资金在重新布局，避开政策逆风板块，转入受惠板块。说到这里，你也许会想，既然美国在打压绿能，那风电产业还值得看好吗？别忘了，我们关注的是全球资金流向和趋势，而不是看美国这个地方。正就因为美国政府态度转向保守，一些聪明钱反而把目光投向海外市场的新能源机遇。接下来我们把镜头拉远，看看全球发电市场的大趋势。要了解风电的未来，我们先得看整个发电市场的大局。目前全球发电结构中，化石能源仍是主角，但是可再生能源正在迅速崛起。先来看几个关键数据。2024年，全球约有近 60% 的电力还是来自化石燃料，煤电一枝独秀，占比大约 35%， 超过半个世纪都是最大的电力来源。第二个是天然气，大约提供了全球 20% 左右的电力，燃油发电就只占了很小的几个百分点。那就是说，现在全球电灯一开，10盏里面有6盏是烧煤或烧天然气点亮的。这个听起来传统能源还是老大，但是我们看到全球电力组合正悄悄地发生巨变。2024年是个分水岭，可再生能源加上核能第一次攀升到全球发电量的 40%， 水力发电占了大约 14%， 风电占 8%， 太阳能紧追在后占 7%， 生物质能跟其他大约 3%， 核能贡献了大约 9% 的电力。虽然传统化石能源占超过一半，但是清洁能源阵营已经从10年前的配角快速成长为不可忽视的主力军。特别是风能和太阳能的崛起速度堪称史无前例。10多年前，风光发电在全球电力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是截至2023年，风电和太阳能合计已经提供全球约 13% 的电力，比10年前提升了近10个百分点。有分析指出，过去10年间，风能和太阳能产出合计成长了近5倍，甚至在2021年，风能加太阳能发电量就已经超越了核电。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今年可能合计超越水电，成为全球最大的清洁发电来源之一。这种增长速度在能源产业的历史上前所未见。不单只有这样，新增的电力供应几乎都来自清洁能源。2024年全球用电量增长了大约1200太瓦时，其中超过 80% 的增量是由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提供。太阳能发电一年猛增了约480太瓦时，创下史上最大年度增量。风电也新增了约180太瓦时。换句话说，全球电力需求的成长主要靠风光这对双子星在扛。反观化石燃料发电，2024年只是增长了 1%， 几乎没有增加新的市场份额。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风电和太阳能的爆发式增长，全球可能还要烧更多煤、更多石油来发电。今年风能和太阳能合计新增的能源供给已经超过了石油的增量，这个是人类能源史上第一次新能源在增量上打败了化石能源，代表能源转型正在加速。我们再来看看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能源组合。在欧洲，他们积极推动政策，再生能源供电占比接近一半，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准。中国这个全球第一大电力生产国，情况有点两极。一方面，煤电还是提供了将近60%的电力，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也在大举发展绿能，目前约 35% 的电力来自再生能源。
这个比例已经高过全球平均值了。其中中国水电丰富，风电和太阳能加起来也有 18%， 而且还在快速上升。而美国是天然气发电一家独大，占比超过40%，再生能源占 23%， 核能 18%， 煤电只剩下 16%。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能源组合，但共同的趋势是风光等新能源的市占率逐年攀高，煤炭等等旧能源在逐步下滑。总的来说，全球发电市场现在处在关键转型期，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就像新势力，正在撼动旧有格局。虽然目前化石能源还是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增长的引擎已经换人当，未来电力增量主要靠清洁能源提供，这一点几乎没有悬念。对投资者而言，这个意味着巨大的结构性机会。一个产业从萌芽到壮大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指数级的成长。回顾个人电脑、智能手机等等行业的兴起，都是这样。那么风电作为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一环，它的潜力自然不容小觑。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聚到风电最热的市场中国，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让特朗普都没见过，却又引全球资金侧目的中国的风电发展到底有多猛？以下这张照片或许能给你一点直观感受。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风电装机容量第一的国家，风机遍布各地，第一个装机容量全球第一，遥遥领先。中国的风力发电装机总容量稳居世界第一，而且把第二名远远甩在后头。截至2024年底，中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接近 5.21亿千瓦。相比之下，美国的风电装机容量大约 1.4亿千瓦出头，连中国的1/3都不到。也就是说，特朗普以为中国没风电场，实际上中国风电规模是美国的3倍以上。中国的西北草原、华北平原以及东部与南方的漫长海岸线都布满了成排成排的巨大风机，从新疆戈壁到江苏沿海，风力发电成为地平线上一道独特风景。难怪有网友调侃特朗普没见过中国风电场，我们发几张照片给他长长见识。不少美国网友真的在社交媒体贴出了中国风场的壮观照片，调侃特朗普。第二个，中国风电不仅量大，而且增长快。单单只是2024年这一年，中国就新增了8000万千瓦的风电装机，这意味着每小时就有近1000千瓦的新风电机组安装上线，增速相当惊人。中国原本设定的国家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风电加太阳能装机合计1200吉瓦的规模。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在2024年年中就提前6年完成了这个目标。2024年年底时，风电约521吉瓦，太阳能约887吉瓦，两个加起来已经超过1400吉瓦，远远超过当初1200吉瓦这个目标。这种执行力和扩张速度，全球没有国家能做到这样。可以说，中国在新能源领域下了一步大棋，并且快马加鞭的在推进中。第三个，发电比重快速提升，但还有空间。从发电量来看，目前中国每年总发电量约 9.4 万亿度电，其中风电约占 10% 上下。根据最新数据，2024年风电发电量成长了 11%， 达到约9400亿度左右，约占全国用电量的1%。太阳能发电量增长更快，年增长 28%， 但基数相对较小，大约占 8% 左右。水电还是中国最大的清洁电力来源，占比约 13%， 核电约 4%。综合起来，2024年中国低碳电力、再生能源加核能占比接近 40%， 煤电等化石能源占约60%。虽然煤炭目前供应了将近60%中国电力，但重要的是风电的比重正在攀升。10年前，中国风电发电占比还不到 2%， 现在已经提升到 10%， 增长了5倍以上。未来随着增加更多风场，这个比例还会继续上升。中国官方的能源规划中，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希望能达到 50% 左右，其中相当大的部分会由风电贡献。换句话说，中国风电还有巨大成长空间，还没有到天花板。第四个，电网基建与政策支持保驾护航。有人或许会问，装了这么多风机，电网吃得消吗？这个正是中国风电布局厉害的地方之一。中国地大物博，风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往往远离用电负荷中心，比如甘肃风大，但人烟稀少；东部沿海用电量大，但风资源一般。为了解决西电东送难题，中国这些年大力建设特高压输电网络，例如从内蒙古、西蒙等风电基地都架设了特高压电缆，直通华东、华北负荷中心，把偏远的清洁电力高效输送千里之外。这种电网基建投入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极大缓解了新能源并网消耗的问题。同时，中国早在2005年就立法要求电网企业必须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上网电量，杜绝了弃风弃电的浪费。
政府也推行绿电消纳责任权重等政策，确保再生能源有稳定的市场需求和补贴支持。在这种坚实的政策和基建保障下，中国风电企业发展的地基是非常稳固。第五个，全球资金的目光投向中国风电。当美国缩减新能源支持的时候，全球许多资本其实在悄悄地加码中国等地的清洁能源。大型投资机构他们都知道，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是长期趋势，不会因为一两国政策反复而改变。中国在风电上的投入和规模效应，令相关企业具备全球竞争力和成本优势。例如，中国风机制造成本比西方厂商低得多，技术上也不断追赶，甚至领先。国际投资者看到中国风电产业链完善，政策连贯，内需庞大，刚好就是孕育行业龙头的沃土。事实上，2023年全球新增风电机组有 65% 是在中国安装的，推动全球前5大风机厂商中有4家换成了中国公司。中国风电产业已经不仅仅服务中国市场，而且还开始进军海外。近期不少中国风电企业接到欧洲、拉美的新订单，说明中国风走向世界。对国际资本来说，这个是一个无法忽视的版图。谁掌握了中国新能源浪潮中的优质企业，谁就有可能分享到下一个10年的成长红利。总而言之，中国的风电装机世界第一，增长远超预期，政策保驾护航，技术领先全球，这些因素叠加起来，令中国风电板块成为全球资金眼中的潜力宝库。难怪我们说，现在所看到的就是大趋势的雏形，现在或许只是序幕，真正的成长故事还在后头。当然，只有宏观大势还不够，我们作为投资者，下一步要思考的就是如何把握这个趋势中的投资机会。这个就需要运用一套系统的方法论来筛选和判断。我们就用选股5部曲，结合风电产业，看看这套框架如何实战运用。首先是看通周期，任何行业都有周期起伏，投资要取得超额收益，最好在低潮时布局，在高潮时收割。那现在新能源，尤其是风电产业，处在什么样的周期位置呢？让我们把时间拉长到5到10年维度来看，上一轮新能源投资热潮大概在2020到2021年时达到高峰，当时全球资金疯狂涌入电动车、光伏、风电等等的板块，相关公司股价飙涨。用中国市场为例，2021年前后，许多风电概念股曾出现翻倍的涨幅，市场对碳中和、新能源革命充满憧憬。但是在2022到2023年，行业出现了明显的降温。一方面，前期过热导致供应链产能过剩，风机价格下滑，行业利润率受到挤压；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利率上升，资金从高估值成长股撤出，结果不少新能源公司股价从高点回落了 30%、50%， 有的甚至腰斩。市场情绪从狂热转为理性甚至悲观，那时候讲新能源泡沫已经破灭。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之前涨了这么多，而且现在已经回落了这么多，怎么现在又在讲呢？其实聪明的投资人恰恰在别人悲观的时候寻找机会。回顾股价大跌的2022到2023年，实际上行业的基本面并没有崩坏，风场还在建，装机还在创新高，全球对清洁能源的需求只增不减，只是因为短期财报利润不好，政策摇摆，市场过度反应。这个意味着行业最困难的阶段或许已经过去，新一轮上升周期可能正在酝酿。当然，我们要保持动态观察，如果接下来行业基本面持续改善，政策利好而股价开始走强，就可以确认周期拐点已经出现。我们现在看到的迹象，例如今年许多风电企业新接订单大增，产品价格站稳甚至反弹，都印证了行业正在复苏。所以风电行业经历了前2年的调整之后，处于筑底回升，展开新一轮上升周期的初期。对投资人而言，这个是一个相对有利的时间点，低位布局，耐心等待风来。确定大方向之后，第2步我们要选对细分板块。就算看对了风电这个产业，如果选错了板块或赛道，一样可能赚不到钱。风电产业链很长，我们必须找出最有可能率先起飞的环节。那风力发电领域主要可以划分为几个板块。风电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就是设备制造商，包括风力发电机组的整机制造商和关键零部件供应商。整机制造商就是我们熟知的风机厂，例如金风科技，他们负责把塔架、叶片、机舱、发电机、变流器等组装成一台完整的风力发电机，卖给电力开发商。零部件供应商则包括风电叶片制造商、发电机和电控系统供应商等等。例如，中国有专门做风电叶片的中材科技，专做塔筒的天顺风能等公司。设备板块的特点是
对技术和制造能力要求高，行业领导者通常有规模优势，有很多订单，但是竞争也激烈，价格压力大，毛利率容易受市场供需影响而波动。第二个板块就是风场开发与运营商，这类公司负责投资建设风力发电厂，长期运营卖电。他们相当于风电产业的地主，利用自己或者租来的土地架设风机，并网发电，卖给电网公司。运营商板块的特点是商业模式偏稳健，前期投入大，一旦风场投产，收入相对稳定，现金流稳定，而且有政府定价保护。但是它的成长性受限于资本开支规模，收益率受到电价政策影响，通常被视为类似公用事业股，适合一些喜欢稳定现金流的投资者。第三个板块就是产业链配套板块，风电离不开上下游配套。例如原材料方面，风机需要大量的钢材、碳纤维来做叶片，稀土金属来做永磁发电机等。如果原材料企业有专门服务风电的产品，也可能受惠于行业扩张。另外一个关键领域是输配电设备，包括变压器、储能系统等等。因为大量风电接入电网需要升压、输电和储能调峰，这个对电网基建是个机遇。了解了这些板块，我们要思考，在当前风电复苏周期里，哪个板块弹性更大、更值得投资？通常来说，行业刚起飞的时候，最先爆发的是设备制造端。原因很简单，无论是国家政策目标，还是企业扩张计划，一旦决定要扩张，首先增加的订单就是风机设备。风电场建设周期中，订购设备是前置环节。当订单潮来临时，整机厂和关键零部件供应商业绩就会变好，所以我们往往会优先关注风机制造板块的投资机会。当然，设备板块内也要进一步细分陆上风电与海上风电，大型造瓦级风机与小型分散式风机市场的侧重不同。我们观察到，中国未来的增量主要是在海上风电和陆上大型化。海上风电投资强度更大，技术门槛更高，相关公司可能会有更高的壁垒。而陆上风电趋势是向更大单机容量发展，2兆瓦、3兆瓦机型慢慢成为过去式。现在5兆瓦、8兆瓦甚至10兆瓦陆上风机开始推出，掌握大型风机技术的公司有优势。还有全球市场的考量，风电是全球化行业，中国设备出口潜力大，我们找板块时也可以关注那些有国际竞争力、海外订单增长的公司，因为如果能打入欧美市场，这个意味着产品技术和品质优良，而且市场空间更大，这个在未来有可能转化为估值溢价。方向对了，下一步就要看看有哪些有潜力的公司。我们已经有了行业板块这2个范围，下一步需要综合考量公司的基本面质量、行业地位、成长潜力以及估值水位等因素。在风电设备领域，中国有几家重量级选手我们必须认识。第一家是金风科技，金风是全球知名的风力发电机组制造商，作为中国整机龙头，金风科技的市占率多年都位列前茅。特别是陆上风机市场，金风的优势在于技术积累深厚，产品齐全，规模效应明显。它率先推出了许多适合中国风况的大型风机机型，并且在美国、澳洲、欧洲部分地区都有装机。财务上来看，金风经历了前2年的行业低谷，利润有所下滑，但是今年随着风机价格企稳和出货量提升，业绩预计回升。作为龙头，金风的抗风险能力强，研发投入高，又有国资背景背书，银行融资也比较容易。投资风电股，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金风，因为它代表了行业景气度。如果这波风电周期真的启动，金风科技作为龙头，大概率会受惠。第2家就是明阳智能，明阳是中国另一家崛起很快的风机制造商，特别在海上风电领域表现亮眼。明阳的特色是创新能力强，民营机制灵活，能够迅速抓住市场新需求。在中国沿海各大海上风场的设备招标中，明阳中标率挺高，市场占有率也慢慢上升。2022年，明阳智能在新增装机市场份额排第2，在海上风机市场更是一度排名第1。另外，这家公司财务增长近年相当亮眼，营收和利润都有双位数成长。当然，快速成长伴随着扩张的资本开支，这个是需要留意的。当然，我们在这里提到公司只是举例说明，不是推荐买入。投资决策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根据个人情况斟酌。重要的是理解为什么这些公司是代表性企业，要么是市占率最高的龙头，要么是技术创新的引领者。透过研究这些公司，我们可以验证整个风电板块的健康度。
例如观察金丰、明阳的订单增长情况，判断风电市场需求是不是真的回暖，看他们的毛利率走势，可以知道行业竞争格局有没有改善。所以在第3步，我们通常会选出2到3家重点关注企业作为投资组合的候选标的。在风电设备板块，金丰科技和明阳智能基本是标配关注清单，另外可搭配1、2家产业链上游或者技术趋势代表。在这支影片中，我们不单只剖析了风电行业的现状和前景，还教大家运用选股5部曲的前3步来看宏观周期到行业板块，再到具体股票，剩下的进场时机和卖出策略都需要缜密考量。股市中没有100%稳赚的方法，但是有了系统化的方法框架，我们就能大幅提高成功几率，在机遇来临时果断出手，提升我们的投资绩效。如果大家对选股5部曲有兴趣的话，欢迎在下面的资讯栏找到连结，了解更多。说了这么多，我们来做个总结。风电产业现在处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间点，一方面美国政策短期倒退，给市场情绪倒了一盆冷水，但另一方面全球能源转型是大趋势，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持续推动成本下降。就像黑夜和黎明的交界处，天色最暗的时候往往孕育着光明的到来。上星期通过的大而美法案让我们看到资金流动，传统能源股虽然受捧，但更像是短期交易机会，真正长远的资金已经悄悄布局在新能源上。风电作为新能源的重要支柱，现在你所看到的或许只是冰山一角。中国风电庞大的建设和储备能力、超前的电网布局以及源源不断的政策支持，在吸引全球资本关注的目光。特朗普对中国风场的无知嘲讽，反映着很多人对新趋势认知的滞后，而资本市场的获利秘诀，就是走在大多数人前面，提前看懂趋势。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请你点赞、订阅并分享给更多朋友，也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的想法。我们下次再见。